近日不断有珠海航展展品的曝光，一直吸引着大家的眼球。而除了之前的彩虹6无人机以外，另一架早有消息的翔龙无人机也来到了展会。这架采用低可视涂装并且性能先进的无人机，根据相关消息已经列装部队。那么这架无人机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为什么它也会受到如此的关注？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2021年度的军迷盛宴珠海航展即将就要开始了。虽然很多装备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依然曝光了一些照片以及相关的资料给广大的军迷解馋。除了曝光的山猫全地形车全家桶、歼 16D 电子战战机以及此前的新型大型高空无人机彩虹6以外，又有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无人机同时亮相。这架无人机受关注的程度甚至要超过彩虹无人机，它正是我军所装备的翔龙高空无人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翔龙无人机性能究竟怎么样。对于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这个概念，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最初是美国为取代有人驾驶但是经常被击落的 U2 高空侦察机而设计，并在之后发展出来了全球鹰高空长航时无人侦察机。我国虽然在无人机领域发展较晚，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投入，我国在无人机领域已经实现了弯道超车，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对于高空长航时的侦察无人机领域空白，我们也着手开始解决。翔龙无人机也就此应运而生。为了满足新时代我军在未来作战中的需要，以及完成和平时期以及战时对周边地区的情报侦察任务，为部队准确及时地了解战场态势提供有力手段，我国有关单位设计出了 EA-03 翔龙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系统。这套系统包括无人机飞行平台、任务载荷、地面系统等3个部分。但是与美国采用常规布局的全球鹰不同的是，翔龙无人机最大的特色在于它采取了罕见但新颖的联翼布局设计，这在我国飞机设计史上绝对算是一个大胆的创新突破。该机具有前翼、后翼2对机翼，并且前后翼相连形成一个菱形的框架。前翼为后掠翼设计，带翼梢小翼，翼展较长，后翼翼根与垂尾上端相连，向前掠并带下反角。后翼翼尖在前翼翼展 70% 处与前翼呈90度连在一起。与常规飞机相比，联翼飞机具有结构结实、抗坠毁能力强、抗颤震能力好、飞行阻力小、航程远等优点。除了这个不同点以外，其机体设计上也与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非常相似。机身尾部背鳍上装有复合材料的发动机舱，进气口形状为半椭圆形，机头上部同样是巨大的流线水泡型绝缘罩，任务载荷装在机头下部，起落架也为可收放的前3点起落架。不过由于目前我军没有美国的远程全球战略要求，飞机的留空时间没有很高的要求，所以翔龙无人机在体型上要比全球鹰小一些，整体介于捕食者和全球鹰之间。另外，翔龙无人机还大量采用复合材料，机身上曲线连续而光滑，可以减小雷达反射面积，缩短远程监视雷达和高空防御系统的发现距离，从而增强该型无人机的生存能力。轻盈的机身加上较为强劲的动力，使其保证具有10小时以上的留空时间，巡航飞行速度超过每小时750公里，比全球鹰速度更快。精良的探测设备也使其具备在恶劣气候条件下的机动目标跟踪和监视能力。可以说，我军装备了这种作战半径2000至2500公里、巡航高度上万米，并且能够携带中国现役的绝大多数侦察吊舱和探测设备的长航程无人机后，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国在侦察方面的优势，甚至可以使用多架翔龙联合执行侦察任务，轻松监控整个周边地区和海域。再配合我国空中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我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能力能再上一层楼。不过，虽然翔龙作为我国高空长航程无人机来说，在某些方面，比如航程还不如美国的全球鹰，
但是降龙的装备对我国空军来说，在侦察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另外，在本次航展上还有更大型的无人机的出现，根据网友猜测，很有可能是对标全球鹰的高空侦察机，也让人们更加期待新型无人机的出现。而降龙作为一款与这些新秀相比已经显得比较老的高空侦察无人机来说，它算是我国在高空长航程侦察无人机领域的起点，对于我国无人机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